楚风，与其提防我这个外人，其实你倒不如提防一下你们楚氏天族的族人。当年你父亲与你被驱逐出楚氏天族，固然是星域主界威压之下，但你楚氏天族的那些败类，却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那些人对你爷爷与你父亲都很憎恨，对你自然也不会有所谓的亲情，你可要小心。黎若初说道。多谢提醒。楚风对黎若初露出了一抹感激的笑容。一个敌对势力的人，一个可以轻易抹杀楚风的人，特意来找楚风，却不难为楚风，反而与楚风说这些话，那他自然是好意，客气的话就算了，善待我妹子就行了。黎若初意味深长的一笑，随后娇躯一纵，裙摆舞动间，楚风还没来得及看清他飞起的方向，他却已然消失不见。只是此时楚风却是有些尴尬，那一句善待我妹子就行了，似乎别有深意。难道黎儿那个丫头对我有意思，并且对她姐姐说了什么？不应该啊，这不像那丫头的性格。楚风心里感叹道。黎若初这个丫头似乎对你印象很好。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回头观望，竟是楚氏天族族长与乌马天族族长。看到这两位，楚风便明白了，显然这两位来到此处也有一会了，一直没有现身，想必就是害怕黎儿伤害楚风，所以在暗中保护着楚风。至于月仙的事，楚风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察觉，毕竟不管这两位再怎么强，与月仙相比却也相差了太多。拜见两位前辈。还不待两位靠近，楚风便赶忙施以一礼。楚风啊，不必拘礼。乌马天族族长落下后，笑着摆了摆手，随后说道。黎若初那个丫头可很少待人这般热情，看来楚风小友与他妹妹黎儿关系匪浅啊。前辈您误会了，我与黎儿不过是朋友而已。楚风说道。哈哈，那看来是黎若初误会了。不过楚风小友，那两个在远古禁地抢走修炼至宝的女子与你的关系应该不只是朋友吧？乌马天族族长问道。果然，他对苏柔苏美的身份还是非常好奇的。前辈，这件事我可以告知前辈，只是晚辈心中有一件事，也想向前辈咨询，不知前辈能否如实告知？楚风抱拳询问，态度虽客气，可如实二字却是加重了语调。此时，乌马天族族长和楚氏天族族长皆是神色一动，他们都意识到楚风要问的事应该不是简单的事，但乌马天族族长却并没有太多的迟疑，而是直接说道。楚风小友，请说。其实他是想试探一下，看看楚风所问的问题，他是否能够如实相告。若可以，他自然愿意做这个交换；若不可以，那也可以再想办法。乌马圣杰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楚风问道。听得此话，乌马天族族长的目光明显变得深沉起来，他显然没有想到楚风会问出这个问题，他有些犹豫了，看那神色，其内心应该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忽然，他叹息一声，说道。其实这件事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身为乌马天族的族长，这件事却是一件难以启齿之事，看来是晚辈鲁莽了。前辈若是不方便告知，也是无妨。见乌马天族族长如此为难，楚风面带歉意的施以一礼。楚风小友，告知你也是无妨。乌马天族族长摆了摆手，随后说道。乌马天族在祖武星域有2个派系，你是知道的吧？这个抱歉前辈，晚辈回到祖武星域不久，还真是不知。楚风尴尬的说道。没关系，你只要知道祖武星域有2个乌马天族，一个为正族，一个为偏族，我们乃是正族，而偏族早在多年前便成为了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一，其实力还要在黎氏天族之上。虽然两族分开多年，但毕竟都是乌马家的人，难免有着一些牵连，当年也会偶尔搞一些形式上的交集。当年圣杰年少打伤了偏族族长的女儿，偏族大怒，自然要讨个说法。最终圣杰与他的父母便成为了我们正族，保全自己的牺牲品。话到此处，乌马天族族长一脸的惭愧，随后乌马天族族长便详细的为楚风讲述起当年的经过，而得知经过后，就连楚风的面容也是变得无比沉重起来。乌马圣杰这个丫头还真是令人心疼。乌马天族本是一族，在祖武星域也算是一个较为古老的天族。乌马天族在祖武星域一直是强大的存在，甚至曾经拥有过问鼎祖武星域主人的力量。但是后来乌马天族出现了2位实力相当的继承者，当时的乌马天族族长对这2位继承者都非常的喜爱，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将族长之位同时传给了2个人。至此之后，乌马天族表面如常，可是实际上却已经分成了2个阵营。2个阵营起初旗鼓相当，但随着2个族长治理家族的方式不同，人心也是有了偏移，元老们的支持也开始发生倾斜，但族长之位又不能废弃，所以乌马天族便有了正族与偏族的说法。听名字也可得知，当年的正族乃是非常强势的，可以说一直压制的偏族抬不起头。可是奈何在第1代正族族长去世后，偏族实力大涨，正族被偏族超越，而偏族因为之前被正族之人打压，早就心有怨念，在实力超越正族之后，便干脆将正族之人赶出了乌马天族，也就有了今日的2族分裂。可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后，正族始终未能崛起，反而越来越衰败，而偏族却越来越强，哪怕时至今日，也名列祖武星域10大天族之一，甚至其实力还在同为10大天族的黎氏天族与唐氏天族之上。这么多年过去了，两者的地位也早就不在一个位面上，可偏族却一直没有忘记当年被正族压制的日子，时常来正族找麻烦，羞辱正族之人。那一年，乌马圣杰不过3岁，可他却因为天赋异禀，已经开始修武。偏族族长带着其族人与女儿来到了正族之中，乌马圣杰乃是孩子，自然不懂两族关系的厉害，更何况他也是被父母合族人捧在手心上的宝贝，平日里都是别人让着他，他自然不会去让着别人。在玩耍之时，乌马圣杰便与偏族族长的女儿产生了矛盾。其实当日
是偏族族长的女儿先动手的，乌马圣杰自然不会容忍于他，于是便出手将其打伤。虽然乌马圣杰当时年纪很小，不过是一个娃娃，可终究是掌握了武力的人，出手也不知轻重，不仅将偏族族长女儿打翻昏过去，更是一掌拍在了偏族族长女儿的脸上，把其可爱的小脸给硬生生的拍烂了。其实只要不危及性命，都不算什么大问题，可本就是来找麻烦的偏族族长，岂会容忍自己的掌上明珠受如此委屈？当时偏族族长就打算要乌马圣杰的性命，是乌马圣杰的父母跪地求饶，才让乌马圣杰没有被当场打死。虽然没有被打死，可乌马圣杰却没有逃过那一劫。偏族族人拿出了一颗丹药给乌马圣杰服下，而实际上那颗丹药乃是偏族精心研制而成，那是一种能够增强力量的药，但是因为研制失败，所以服用之后不仅不会增强力量，反而会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致死。在药力发作之际，想杀死他都是不行，被毒药折磨致死乃是唯一的死法，那成为了一种非常狠辣的毒药。当时正族之人还不知道那是毒药，也不知道那毒药如此厉害，况且偏族之人又以欣赏乌马圣杰的天赋，赏赐给他修炼真品为由，让其服下。正族之人并未多想，而是直接让乌马圣杰服下。然而毒力发作，乌马圣杰遭受折磨，为了保住乌马圣杰性命，乌马圣杰的父母使用乌马天族的禁法，牺牲自己帮其驱散药力。说来也是凑巧，那毒药未能驱散，但却因缘际会之下，让其化为了强大的力量，可为乌马圣杰所用，而那力量便是乌马圣杰身上的血咒。虽然乌马圣杰得到了力量，可却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他之所以一直女扮男装，正是因为他的父母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并且还曾对他人说过，说儿子才是真正的传人。当年乌马圣杰还因为父母的这句话而生气，可是后来这句话却被他当成了父母无法完成的心愿，而为了完成他父母生前的心愿，他宁愿这一辈子都做一个男人。但是也因为当年正族之人没能保护好他的父母，所以乌马圣杰不仅憎恨偏族族人，同时也憎恨正族的族人。乌马兄，过去了就过去了，当年的事你也是无能为力，这并不怪你，相信圣杰以后会理解的。处事天族族长上前拍了拍乌马天族族长的肩膀，我只是恨不能重现先辈的盛世，竟让乌马天族落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族武星域之人都是偏族为正族，而我正族不过是世人眼中的垃圾，甚至我连族人都无法保护，我真是太无能了。乌马天族族长一脸的痛苦，乌马天族族长甚是痛苦，情绪也是有些失控，随后竟然哭了起来。这可超乎了楚风与楚氏天族族长的预料，就算这件事情甚是难受，可过去那么久了，也不至于激动的哭起来。乌马兄，你这是干嘛？楚氏天族族长上前低声问道。楚兄，实不相瞒，那偏族咄咄逼人，前段时日更是发出密令，要求我族更改姓氏，不得再用乌马二字。乌马天族族长说道。他们竟然提出无理的要求，这也太过分了。听得此话，楚氏天族族长也是大怒，若是不从，他便让我们正族从族武星域消失，如若不然，我又岂会以远古遗迹去与那些势力交好？我也是被逼无奈，若不立刻找些势力帮忙，我们根本无法与他们偏族抗衡。只是现在大家都发现，圣杰他并非是预言之子，就算表面上没说，可也不会再帮我乌马天族了。乌马天族族长一脸的无奈。听到这里，楚风与楚氏天族族长不由自主地对视了一眼，眼中也都是有些惭愧。的确，按照乌马天族族长所说，此次来到此处的人乃是乌马天族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不过却因为楚风发生了转变。乌马兄，你乌马天族面临如此困境，先前黎太乙对我出手，你却不惜与其撕破脸皮，也要站在我这一边，这份情谊我楚某铭记于心，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便与我说，就算赴汤蹈火，我也定会帮忙。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楚兄，我的确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话到此处，乌马天族族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前辈。楚风知道乌马天族族长是有话想对自己说。楚风啊，其实这件事真是难以启齿，但老夫也没有办法了，事关我族荣辱，老夫恳请楚风小友你能帮帮老夫。话到此处，乌马天族族长竟然忽然跪在了楚风面前。乌马兄，你这是做什么啊？然而乌马天族族长刚刚跪下，便立刻被楚氏天族族长给搀扶了起来。前辈，你千万不要这样，您与我族族长乃是至交，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只要楚风力所能及之内，定会全力以赴。楚风说道。他看得出来，乌马天族族长真的是被逼到了无路可走，否则也不可能对楚风这样一个小辈施以跪拜大礼，尤其楚风还是他挚友的后辈，这次举不仅是乱了辈分，更是丢了他的老脸，是真的放下了尊严。楚兄，楚风小友，老夫的并非厚颜无耻之人，只是与祖宗的脸面相比，我的脸面不值一提。倘若我族更改姓氏，那我还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这不仅仅是我的耻辱，还是乌马天族的耻辱，是整个族人都无法容忍之事。可他偏族太过强势，我族不是他们对手，所以楚风小友，你能否请你的那两位朋友帮忙，叫他们去偏族族人说一说，他们乃是至尊境的高手，偏族之人就算再强势，也是不敢招惹。若是他们愿意帮忙，那我族便有救了。乌马天族族长说道。前辈，这件事并非楚风不愿帮忙，只是我就与前辈实话说了吧。楚风甚是无奈，随后便将关于苏柔、苏美和月仙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乌马天族族长，包括月仙先前来找自己，并且随后离开的事也全都说了。竟有此事，竟只差了一步，天不佑我族，天不佑我族啊！乌马天族族长如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这一瞬间他就好像苍老了几十岁一般，就像是一个身患重病摇摇欲坠的老人，就连站都站不稳了。眼见不妙，
处世天族族长赶忙将他搀扶住，随后说道：“乌马兄，那偏族可给了你们考虑的期限，其实那期限已经到了，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登门而来。那个时候，我乌马天族只能浴血奋战了。”乌马天族族长说道：“更改姓氏的确大辱，但常言道，大丈夫在世，能屈能伸，与其玉石俱焚，倒不如忍一忍，待得日后崛起，再将姓氏更改回来。”处世天族族长说道：“楚兄，你如实相告，若是你族面对此事，你能忍吗？”乌马天族族长问道。处世天族族长用心思考，若是换做他也不能忍辱，就算他愿意，族人也未必愿意。天族传承，姓氏极为重要，更改姓氏乃是奇耻大辱，当真是誓死难从。可他也知道，乌马天族若与偏族抗衡，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当下来看，唯有向星域主界求助了。处世天族族长说道：“我已经发出求助了，只是尚且没有回应。星域主界也是知道的，我根本就不抱希望。”乌马天族族长摇了摇头，星域主界虽然不插手其他势力之事，但这件事应该也会管的。处世天族族长说道：“楚兄，你族与离世天族开启上界之门，你有考虑过星域主界吗？他们什么德行，你我都很清楚。这个劫难乃是我乌马一族难以逃脱的，我认了，你也就不必安慰我了。你之前不是说还有事要回族处理吗？你先回去吧，我也就不送了。”乌马天族族长说完此话，便转身离去。对于乌马天族族长的这个举动，处世天族族长并未生气，反而是非常的心疼。前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楚风问道。除非星域主界愿意帮忙，否则没人能帮他们。只是星域主界插手的希望太低了，因为星域主界与偏族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乌马兄他们，星域主界的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的心中也是非常的难受，他真是没想到乌马天族竟然面临如此大劫，而眼下的处境，楚风都感到绝望。可想而知，乌马天族族长的心中究竟承受着怎样的痛苦，难怪他会被逼到像楚风这样一个小辈下跪。乌马天族的事让人心情沉重，毕竟乌马天族族长与处世天族族长乃是多年挚友，莫说处世天族族长，就连楚风也不希望乌马天族就这样覆灭，但是他们却不得不离开了。先不说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能力插手，更何况现在处世天族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危机，与方氏天族的对决已经临近，他们必须回去。前辈，您可知道那乌马天族偏族的最强者修为在何境界？回去的途中，楚风问道。乌马天族偏族中最强的便是他们的现任族长乌马炎天，他的修为在八品尊者境，但却绝非寻常的八品尊者，此人很难对付。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其实倒也不是没有机会解决此事，楚风说道。此时处世天族族长目光立刻产生变化，就如同看到希望一般，于是问道：“楚风，莫非你有办法？”前辈，此次远古遗迹之行，那最珍贵的修炼至宝虽被月仙夺走，但是我们却是不虚此行。你看。楚风说话间，手掌自乾坤袋内划过，随后一道道宛如萤火般的光芒体便在其手掌之上盘旋。看到这些光芒体，处世天族族长也是目光一动，便这些从各位大人物手中强行索要而来的修炼资源，前辈，这些也是难得的修炼至宝，对我无用，但对前辈而言却有着极大的帮助。您若能将这些修炼资源全部炼化，修为定会增进，那个时候也许能与乌马天族的偏族抗衡。楚风说道。这些的确是难得的至宝。此时处世天族的族长目光已经彻底变了，眼中满是喜悦与兴奋之色。身为尊者境的高手，岂能看不出这些修炼资源的厉害？先前并未太过在意，乃是因为一开始他担心梁秋成风的伤势，之后又身负重创，所以并未太过注意这些修炼资源，只知道这些修炼资源难得，却没注意到到底有多厉害。可是此刻这些修炼资源就在他的眼前，他却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些修炼资源的厉害之处。这的确是难得的修炼珍品，几乎可以保证让他的修为突破到6品尊者，甚至哪怕踏入7品尊者也有机会。可是就算他真的踏入了7品尊者，也不是那乌马天族偏族的对手。前辈，您仔细看。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手腕一转，那些修炼资源便像一处凝聚，最终竟从无数颗光芒体化成了一颗宝石大小的光芒体。天哪，此时处世天族族长目光大变，因为他发现楚风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然让这些修炼资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先前这些修炼资源能够保证他踏入6品尊者，有机会踏入7品尊者的话，此刻这些修炼资源却可以保证他至少踏入7品尊者，有机会踏入8品尊者，甚至可以让他成为9品尊者，成为一位尊者巅峰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还是短时间之内。楚风，你是如何做到的？处世天族族长一脸惊讶地看着楚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倒不是他见识短，只是这一切实在太过神奇，这修炼资源也太过强大，强大到超出了他的预料。前辈，晚辈一路破解远古遗迹的阵法，从中顿悟到了一些东西。楚风说道。可是很快，处世天族族长便从喜悦之中冷静过来，一脸严肃地对楚风说道：“不行，楚风，这些修炼资源老夫不能用，你迟早也会踏入尊者境，这些修炼至宝于你而言也有大用。前辈，眼下可不仅是乌马天族面临危机，我处世天族更是面临着离世天族的随时攻打而来的险境，而我踏入尊者境，却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之事。为了我处世天族，来不及去想那么多了。前辈，您就拿去用吧。”楚风说道。此时处世天族族长也是面露为难之色。一方面，楚风说的很对，眼下处世天族的确面临危难之境地，需要有人抗衡离世天族，而这些修炼资源也许就是唯一的机会。
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修炼资源太过珍贵。试想一下，他已经修炼了这么多年，才勉强踏入五品尊者的境界，但是这些修炼资源却可以让他短时间之内修为突飞猛进，就算踏入8品尊者，甚至是成为尊者巅峰，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的修炼有多珍贵，这绝对是可以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还好之前那些人并不知道这些修炼资源竟然如此利奥的，否则哪怕楚风身后有至尊撑腰，那些人怕是也不会善罢甘休。这样的修炼资源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也许这一生只能遇到一次这样的修炼资源。忽然，楚氏天族族长长叹一声，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大袖一挥，将那些修炼资源全部收到了乾坤袋之中。真是想不到，老夫有此机缘，竟是我族后人所赐。虽然收下了这些修炼资源，可是楚氏天族族长却也是面带惭愧之色，毕竟这些不是他所夺而来，反而是楚风夺来的。前辈，其实我此行也并非毫无收获，这远古遗迹非常的玄妙，处处蕴藏着远古时期强者留下的修武之道。晚辈回到族中也想闭关修炼，搞不好可以突破到6品5仙，也是说不定。楚风说道。竟然不靠外力，这么快便自行领悟到了突破到6品5仙的契机吗？楚氏天族族长满面喜色，也并不算是靠自己领悟，实在是远古遗迹内收获太多。楚风说道，你就别谦虚了，你小子的天赋已经完美的继承了你爷爷与你的父亲，想不到老天爷竟然连续赐给了我楚氏天族3个如此逆天的修武奇才，真是天要兴我楚氏天族啊！楚氏天族族长非常的兴奋，忍不住感慨起来。虽然乌马天族的事情让楚氏天族族长的心情很是沉重，可是此时楚氏天族族长的心情却好转了许多。楚风不仅给了他未来的希望，还让他看到了眼前的希望。他们回到楚氏天族之后，又有一件喜事等着他们，那被楚风彻底激活的血脉修炼阵效果非常的好。不过如此短的时日，大家在其中都有所收获，甚至还有人突破了久久未能突破的屏障。得知这件事后，楚氏天族族长的心情则是更加的好了。那血脉修炼阵可以让楚氏天族的顶尖强者们修为增进，长久来看，这可以让楚氏天族越来越兴盛。而楚风更是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哪怕眼下有着离世天族这个危机，可是楚风却也化解了大半。月仙的出现会让离世天族对楚氏天族有所忌惮，就算他们真的胆大妄为，还敢攻打楚氏天族，那他也不怕，因为楚风还给了他另外一个惊喜，那便是自远古遗迹中所带回来的修炼资源。这些修炼资源可以让他在短时间之内修为突飞猛进。由此来看，楚氏天族的未来简直就是形势大好。别的不敢说，那10大天族迟早要有楚氏天族一席之地。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楚氏天族内却有着一件对楚风非常不利的事情正在计划中。这是位于楚氏天族内一座古老的宫殿，这座宫殿乃是禁地，平日里根本没有人来到此处。可是此时却有着10几位在楚氏天族内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悄悄地来到了这里。这其中有2位竟然还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一位是楚汉卿。这楚汉卿当年因为一些过节很是厌烦楚轩辕，而对楚风也非常的憎恨。而另外一位太上长老叫做楚汉悠悠，这楚汉悠悠乃是一位老妇人，是楚氏天族当今9位太上长老之中唯一的女子。楚汉悠悠的几个儿子都在几场战役中死去了，唯一剩下的孙儿被他视为宝贝一样宠着。正因如此，他的孙儿被养成了横行霸道的性格，在族中坏事做尽。这楚汉悠悠比楚汉仙、楚氏天族族长楚汉鹏以及楚汉卿等人都要小上一些，算那一代中年龄最小的。可是他的孙儿却比楚汉仙的儿子楚轩辕要大上10几岁。当年因为其儿子为非作歹，被楚轩辕撞倒，不仅不知错，反而挑衅楚轩辕，被楚轩辕一掌震碎了灵魂而死，导致楚汉悠悠对楚轩辕非常的憎恨。当年楚轩辕和楚风被驱赶出楚氏天族，又被关押到楚氏天族禁地，这楚汉悠悠可谓是功劳极大。除了楚汉卿和楚汉悠悠之外，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老一辈的人物，他们都可谓是当年害得楚轩辕被关押起来的功臣。眼下这样一群人聚集到一起，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2位太上长老大人，您2位将我们叫到此处，不知是有何事吩咐？有人上前问道。诸位，我是想提醒一下你们，当年楚轩辕和楚风父子2人会沦落到那般田地，我们可是出了不少力的。现在楚风已经回到楚氏天族，并且得到族长重用，继续这样下去，楚轩辕回来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而以楚轩辕的性格，那个时候我们将面临什么？相信不必由我多说吧。楚汉卿说道。而他此话说完，众人也都是神色慌乱，纷纷开口。太上长老大人，其实这也一直是我等担心之事，只是族长大人太过宠爱那楚风，竟然还授予他免死令牌。这种情况下，我们莫说对那楚风出手，简直连得罪他都是不敢。我们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还请太上长老大人明鉴。众人纷纷跪在地上，想向楚汉卿寻求一个办法。看得出来，这其实一直也都是他们担心之事。他们都很害怕楚风崛起，因为那个时候身为楚风的敌对者，定然是要倒大霉的。悠悠妹妹，该你了。楚汉卿将目光投向了楚汉悠悠。我说过很多次了，叫我悠长老，不要称呼微微妹妹。楚汉悠悠狠狠地瞪了楚汉卿一眼，看来对于楚汉卿对他的这个称呼，他很是不喜。好，悠长老，大家都很着急，你就直接说吧。楚汉卿说道。现在的情况，想要对付楚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楚风和族长大人的关系破裂。那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也就可以对付楚风。其实所谓的免死令牌，不过就是族长大人的一个决定而已。他让楚风活，楚风便可活；让楚风死，楚风便可死。楚汉悠悠说道。长老大人，您说的极是，只是族长大人他对楚风实在是太过喜爱，
都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楚风半个不字。我们又当如何离间他们二人的关系呢？众人开口问道。我有一计，在大家的瞩目之下，让楚风去敬族长大人一碗毒药，让大家亲眼见到楚风害的族长大人中毒。楚汉悠悠说道。太上长老大人，莫非你要毒死族长大人？听得此话，众人皆是一脸后怕。虽然对于族长大人对楚风的溺爱，他们也很是不喜，可若真的要杀死族长大人，他们却也是不敢。他们很清楚，当今楚氏天族之中，唯有当今族长才是真正的顶梁柱。若是他出现了意外，那么他们楚氏天族定然是要落寞的，而他们也更要别人看不起。尤其是现在上界之门开启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不想失去楚氏天族族长。倒不是他们对楚氏天族族长有多深的感情，而是他们还需要楚氏天族族长来庇护他们。太上长老大人，其实我也知道，族长大人在一日，咱们都没办法彻底除掉楚轩辕和楚风这两颗眼中钉，但就算动手，也不应该是现在，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啊。这不，又有人上前相劝，他说的更是明白，楚氏天族族长可以杀，但现在还不行。谁说我要毒死族长？那毒只会让他陷入昏迷，最多看上去是快要死了，但其实并不会危及其性命。我们要做的只是让大家看到楚风去毒害族长的事实，而当族长昏迷后，我们便可以光明正大的处置楚风。楚汉悠悠说道。这倒是一个好计谋，只是太上长老大人，你叫楚风去毒害族长大人，这怕是不可能的事啊。众人说道。其实他们表面上说这是一个好计谋，内心里却在暗骂楚汉悠悠脑袋有问题。楚风本就敌视他们，又怎么可能听他们的话，去毒害那般宠爱他的族长大人？这简直就是痴人做梦，不，连做梦都不可能梦到这种事，就更不要说现实发生了。愚钝，楚风自然不会愿意去做这种事，但是我们可以找人去冒充楚风。楚汉悠悠说道。找人冒充，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有瞒得过族长大人的本事？对啊，这简直太难了，除非那个人是一位圣桃界灵师，或者说修为比族长大人强上许多，否则根本不可能。众人再度摇头，觉得这个计划不可行。并不是说没有人可以冒充楚风，族武星域这么大，人才有很多，想找可以冒充楚风又瞒得过族长大人的，自然可以找得到。但问题是，那样的人他们请不动，也不敢去请。面对众人那一脸不可行的模样，楚汉悠悠则是冷冷的一笑，说道：诸位看，此人如何？话罢，楚汉悠悠打了一个响指，随后一道身影便在楚汉悠悠与楚汉卿身后的屏障中走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个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面露又惊又喜之色。走出来的这道身影之所以能让众人有如此反应，乃是因为此人长得与楚风一模一样，并且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真假。太上长老大人，这位是？有人问道。这位是谁？你们不必知晓，只需要明白，明日他将会毒倒族长，那个时候你们需要一起配合我与楚汉卿讨伐楚风。楚汉悠悠说道。谨遵太上长老大人之命。众人一同半跪于的，散了吧。楚汉悠悠挥了挥手，随后众人便纷纷离去。他们走得很隐秘，甚至使用隐藏手段，生怕被人发现他们来过此处。而此处除了楚汉悠悠和楚汉卿之外，还有那位与楚风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子。这件事就有劳你了。楚汉悠悠和楚汉卿一同对这名男子抱拳，态度很是客气。谢就不必了，我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要让这楚风身败名裂，不得好死。这名男子开口了，他就连说话的声音都与楚风一模一样，只不过他此刻的话语之中却充斥着对楚风的憎恨。那不知你与楚风究竟有何过节？楚汉卿问道。同时楚汉悠悠也是凝视着对方，这个人是主动找到他们说一起对付楚风的，就连这个计划也是这个人提出的。虽然这个人做了一些事，证明了他确实是想对付楚风，这也导致楚汉卿和楚汉悠悠最终答应与他合作，可终归对这个人还是心有警惕的。这件事你们不必知晓，既然我找你们合作，便是对你们很信任，也希望你们能够信任我。那男子说道。这是一定。楚汉卿和楚汉悠悠点了点头。忽然那名男子面露痛苦之色，随后竟然面目全非，化作两道影子剧烈的摇晃起来。不过这种情况只持续片刻便恢复正常，那男子又化成了楚风的模样。你这是？见此情形，楚汉卿与楚汉悠悠皆是目光一动，目露担忧之色。无碍，一点小毛病，明日我会服用镇压之药，绝对不会出现意外。男子说道。那就好。楚汉卿和楚汉悠悠同时说道。那明日再见。那名男子身形一晃，化作一道黑影，快速的飞掠而去。而此时楚汉卿则与楚汉悠悠四目相望，此人真是让人不放心。楚汉卿说道。的确，可是事到如今，我们却也没有办法，只能铤而走险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楚汉悠悠说道。次日，楚汉悠悠和楚汉卿便将楚氏天族族长给请了出来，因为早有预谋，所以他们很容易便做到了计划的第一步，故意制造了一场楚氏天族族内许多大人物和楚氏天族族长一同在场的聚会，就连楚轩正法和楚汉鹏也是在场。本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家族聚会，大家谈笑风生，相互聊天，哪怕楚氏天族族长和诸位太上长老在，但倒也不是那么拘束。然而当楚风的出现之后，众人却不约而同的停下了彼此的交谈，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手中端着一个坛状容器，一步一步走进了大家视野之中。大家更多的目光其实不在楚风身上，而是楚风双手所端着的容器。他们很好奇那里面是什么，只是如楚汉卿和楚汉悠悠等人，此时内心却是紧张到了极点，有些心理素质差的不仅汗如雨下，连身体都在瑟瑟发抖，因为他们很清楚此刻出现的这个人并非是真正的楚风，而是他们所找的伪装者。
至于真正的楚风，还在自己的殿宇之中，有人专门看守。若是楚风从殿宇内出来，他们会立刻发出通知，避免出现真假楚风同时出现在一处的情况发生。但他们还是担心，尽管这个楚风真到让他们看不到破绽，但他们却不确定楚氏天族族长能否辨识出此人乃是假的。不过眨眼之间，这个冒牌楚风已经靠近，并且半跪于地，以敬畏的语气说道：“楚风，拜见族长大人，拜见诸位太上长老大人，拜见诸位前辈。”楚风，快起来，你不是打算闭关吗？怎么今日却出来了？楚氏天族族长看到楚风甚是欢喜，那脸上的笑容都比先前浓郁了几分。他显然并没有发现眼前的楚风乃是冒牌的，知道族长大人辛苦。楚风特意运用稀少的天才的宝，为族长大人熬制了一碗汤，可让族长大人缓解疲惫。楚风说道：“你这小子怎么还学会拍马屁这一套了？”楚氏天族族长虽然这样说，可是脸上分明就是笑开了花，赶忙挥了挥手：“来，给我尝尝你小子的手艺。”见状，这个冒牌楚风便端着手中的汤，快步的走到了楚氏天族族长的面前。还别说，味道还真不错。楚氏天族族长将那汤打开，只是闻了一下后，便当众将那一大碗汤药给干了下去。而此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事情有何猫腻，反而是面带笑意的看着这一切。可忽然，楚氏天族族长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随后一脸惊讶的看着楚风。他已经意识到他中毒了，而那毒正是来自楚风献给他的汤，但是他并没有说出这件事，反而是将那碗汤封上，不想让人察觉到这件事。族长大人，您怎么了？只是当族长大人一口黑血喷洒而出，众人皆是乱作一团，已是一窝蜂的冲了上来，而楚汉卿更是一把从族长大人手中将那碗汤抢了下来，高喊一声：“是这汤，这汤有毒！楚风，你竟然下毒谋害族长大人！”什么？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将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了楚风。不明真相者眼中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楚风他怎么会毒害族长大人？这不合常理啊！他根本就没有动机。而就在此时，族长大人口中的鲜血竟如泉水一般喷洒而出，并且那些都是散发着恶臭的黑血。当他听出吐血之际，身体竟然已是干瘪如柴，头发也全部脱落而下，就如同死去多年的干尸一般吓人，虚弱的令人发指。可就是已经这样的族长大人，却是使出最后的力气，高呼一声：“楚氏天族众族人听令，不得难为楚风。”此话说完，楚氏天族族长便身子一歪，瘫倒了下去，彻底失去了意识。族长大人！眼见着族长大人昏倒过去，楚氏天族等众位族人皆是满面惊慌。大胆楚风，你竟敢毒害族长大人！男人啊，将他给我拿下！楚汉卿指着楚风愤怒地咆哮起来。其实此时不明真相的人还是猛的，还没有接受楚风毒害族长大人的这个事实。但是那些楚汉卿的同伙却是早就蓄势待发。楚汉卿一声令下，他们便立刻向楚风冲了过去。可当他们靠近后，一声巨响传来，楚风竟自爆了，化作一片黑色的烟雾四散开来。见此一幕，人们又是一惊。他们都知道楚风先前的自爆并不是死了，而是逃了，只是他们不知道楚风先前是什么样的手段，竟然能在这么多高手面前逃掉，而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甚至不知道楚风逃到了哪里。他逃不远，开启封锁结界，将离开的路全部封上，然后给我去搜，一定要把此人搜出来。楚汉卿高声说道。下一刻，那些人便立刻四散而去，只留下楚汉鹏、楚宣正法等不明真相的人来到楚氏天族族长身旁，仔细的为族长大人诊断伤势。此时楚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自己的殿宇之内接待一些客人，这些客人都是楚氏天族的小辈，其实和楚风关系都不太熟，真正算得上熟悉的便是楚月。当初的事情虽然楚风已经不再计较，可是楚月还是心怀愧疚，想和好好谈谈。而得知楚风回来后，便有不少小辈来到楚风门前，想要拜访楚风。楚风都是不见的，但是今日楚月来了后，楚风却是打开了门，脸皮薄的就在门外等候，脸皮厚的就直接跟着楚月一同进来了。楚风虽然不想与他们有过多的交谈，却也是好生招待了一番，并且他们聊了已经有了片刻时间。忽然间，一声巨响传来，楚风的殿门被轰碎了，紧接着一道身影冲了进来，落在了楚风的身后，是楚汉卿，太上长老大人。看到这位太上长老，众位小辈皆是神色大惊，可他们还没有太多的反应，太上长老大人便离去了，而楚风也是随之消失不见。楚风自然是被楚汉卿抓走了。楚汉卿抓到楚风之后，并没有私下处置楚风，而是直接将楚风带回了那个楚氏天族族长被毒倒的地方。放开我！你为何要抓我？此刻楚风一脸怒色，努力的挣脱着。为何抓你？你看看你自己干的好事！楚汉卿冷哼一声，随后大袖一挥，便将楚风丢在了族长大人的身旁。此刻围着楚氏天族族长的众人则是立刻散开，而楚风也是得以看到身中剧毒的族长大人。前辈，见到族长大人，不明真相的楚风顿时一脸慌张，因为他只是一眼便可看出族长大人所中的毒非常的厉害。怎么回事？这是谁做的？楚风四下观望，凝声问道。楚风此话一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也是一脸茫然，因为他们明明亲眼看到，就是楚风毒害了楚氏天族的族长大人。楚风此刻又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楚风，你还好意思问？这不就是你做的？枉费族长大人待你这么好，你却害他。楚风，你给我拿命来！楚汉卿说话之间，一掌轰出，那磅礴的武力便向楚风扑杀而去。此掌力量极强，若是击中楚风，楚风必然魂飞魄散。他这是要杀掉楚风。然而那掌力还未靠近楚风，那掌力便消散了。一道身影拦在了楚风身前，乃是楚宣正法。楚宣正法，你这是要维护这个
谋害族长大人的罪人吗？莫非你与他乃是同谋？楚汉卿指着楚宣正法怒斥道：“我并非是要维护楚风，只是觉得事情有蹊跷。”楚宣正法说道：“有何蹊跷？这楚风毒害族长大人，大家都是亲眼所见，你还想问什么？难不成这楚风狡辩几句，说不是他做的，你就信他不成？”楚汉卿问道：“难道你就不觉得这一切太过蹊跷吗？楚风毒害族长大人，完全可以在他与族长大人外出之时私下做这些事，为何要选择回到族内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种事？并且他明明已经逃了，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了回来？你是在哪里将他抓回来的？”楚宣正法反问道。等一下，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开口，对楚宣正法问道：“前辈，你说是我毒害了族长大人？楚风，先前的确有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在此处毒害了族长大人，那不是你吗？”楚宣正法问道。不是他又能是谁？难道是有人冒充的不成？若是有人冒充楚风，难道我们会看不出来？难道族长大人会看不出来？还有楚宣正法，难道你会看不出来吗？可还不待楚风回答，楚汉卿便咄咄逼人的反问起来：“楚宣正法，你不必替这楚风洗脱罪名了。先前的一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这件事情谁都洗脱不了。”就在此时，楚汉悠悠也是开口说道。而此时，楚风则是内心一沉，他已经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他是被栽赃陷害了，而陷害他的人多半与眼前这两位太上长老有关。大人，此时楚宣正法将目光投向了楚汉鹏，他知道眼下能帮他说话的唯有楚汉鹏了。此事的确疑点重重。楚汉鹏说道。有何疑点？楚汉卿问道。楚风对族长大人下毒，并且还当着我们的面，这就是疑点。楚宣正法说道。疑点？依我看，这楚风就是故意为之，他就是要当着我们的面做这一切，然后逃脱，又故意躲回自己的居住之所，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让我们误以为是有人冒充他做了这些事。但他太低估我们了。试问有谁能够冒充得了他，却让族长大人都看不出破绽？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一切都是这楚风故意为之。楚汉卿说道。楚汉卿说的很对，汉鹏大人，这楚风忘恩负义，必须杀之。楚汉悠悠说完此话，竟然半跪于地。汉鹏大人，此子居心叵测，简直就是我族毒瘤，必须杀之，为族长大人报仇。楚汉卿说话间也是半跪于地。汉鹏大人，此子不可留啊！紧接着，那些楚汉卿和楚汉悠悠的同党也是齐刷刷的半跪于的，向楚汉鹏请命杀掉楚风。楚风，你为何要这样做？楚汉鹏看向楚风问道。楚风轻哼一声，说道：“信我者无需多言，不信我者多说无用，随你们如何去想。但今日你们若要杀我，我楚风绝对不会束手就擒。”楚风说话间，手腕一转，那把邪神剑便出现在了手中。楚风此刻心中充满了怒意，他也不能确定是谁栽赃陷害于他，但是不管是谁，这种事情楚风都不能忍。倘若楚是天族之人非要对他出手，那楚风不介意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些神剑的力量，因为反抗尚有一线生机，否则怕是要冤死于这些小人的手中。真是笑话，这便是你在祖武下界得到的那把魔兵，你凭借着魔兵在百炼凡界尚可纵横一番，但在我等面前，你这魔兵便如你一样，除了狠毒之外，便如废物一般。楚汉卿指着楚风说道。对于楚风手中的邪神剑，他显然是知晓的，只是可惜他似乎并不了解邪神剑真正的力量。事实上，不只是他，就连楚风自己也不知道邪神剑真正的力量到底强大到了何种地步。原来如此，你们是真的把我楚风当成了一个软柿子。既然这样，我就更要让你们知道我楚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楚风说话间便准备将自己的力量与邪神剑相融，只是楚风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只手掌便抓住了他的手腕，封锁住了楚风的武力。是楚宣正法。楚宣正法拦住了楚风，但却将目光投向了楚汉卿和楚汉悠悠等众人，凝声说道：“楚风身上有免死令牌，族长大人曾亲口说过，无论楚风犯下何错，都不可伤害楚风。此话族长大人刚刚还曾说过，你们若要对楚风出手，便是违抗族长大人之令。我楚宣正法身为楚氏天族刑罚堂副堂主，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若有人敢，我便依法杀之。”枪！楚宣正法此话说完，便将自己腰间的兵刃抽出，指向了楚汉卿等人。枪枪枪枪！紧接着，刑罚堂所有在场的成员也都是落到楚宣正法和楚风身旁，抽出兵刃对准了楚汉卿等人。哼，早就知道你与这楚风乃是一伙的，今日老夫就替族除害，将你们这群祸害全部杀之。楚汉卿说话之间，磅礴的威压也是释放而出，而那楚汉悠悠以及他们的伙伴也都是同时释放出了威压，这就打算与楚宣正法动手。住手！可就在此时，不仅一声怒喝忽然炸响，一股强大的威压更是释放而出。那威压不仅封锁了这片天地，更封锁住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动作。这股强大威压的主人便是楚汉鹏。干什么？族长大人如今身中剧毒，你们就要内斗不成？楚汉鹏高声问道。汉鹏大人，这楚风毒害族长大人，绝对不能就这样放了他。楚汉卿等人说道。汉鹏大人，先不说此事疑点重重，楚风本身就有免死令牌在身，先前族长大人昏迷前更是亲口下令不可伤害楚风，我们岂能不听族长大人的命令？楚宣正法对楚汉鹏说道。一时之间，两方争执不休，都给我住口！忽然，楚汉鹏再度大喝一声，随后说道：“今日之事的确疑点重重，还需好好调查一番。但楚风对族长大人下毒，却是大家有目共睹。就算他有免死令牌在身，却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男人啊，将楚风绑上天雷刑罚台，除非他自己说出自己真相，或者我们调查清楚，否则不得将他放下来。”听得此话，
楚宣正法神色大变，一脸的紧张，而楚汉卿和楚汉悠悠等人眼中则是涌现出了一抹满意之色。那天雷刑罚台乃是楚氏天族老祖所建，因9天之上之雷轰击血脉，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这个刑罚超过1日，甚至很多人在第一道天雷劈下之后，便魂飞魄散，命丧黄泉。在他们看来，楚风就算死罪可免，可只要登上那天雷刑罚台，那其实也等于是被判了死刑。汉鹏大人，万万不可！楚宣正法说道。楚风有免死令牌不假，但他毒害族长大人却也是事实，这件事绝对不能就此罢休，否则无法向族人交代，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楚汉鹏对楚宣正法说完此话后，那磅礴的威压便将楚风和楚宣正法以及刑罚堂的所有人全部束缚。大人，不可，不可呀！楚风定有冤情，他定然是被冤枉的。你今日若这样惩罚楚风，族长大人日后苏醒，绝对不会放过你们。楚宣正法疯狂地咆哮起来，声音之中不仅仅是求情，更多的乃是愤怒。倘若族长大人怪罪，那么一切后果老夫定会承担。但是现在，当族长大人身负重创，无法处理族内要事之时，老夫就当担起这个大任。现在老夫要做的，不是担心族长怪罪，而是要做最正确的决定。楚汉鹏说道。就算要惩罚，也不该是用天雷刑罚台，这根本不是责罚，这简直就是要楚风的性命。楚宣正法说道。楚风毒害族长大人，此罪之重，就当受天雷之苦。楚汉鹏以强硬的语气说道。他此话说完，楚宣正法则不再说话了，就连楚风似乎也是接受了这一切。因为当楚汉鹏说出此话的同时，2道暗中传音却也是映入楚风和楚宣正法的耳中。天雷刑罚台其实与9重天雷台很像，楚风曾登上过9重天雷台的第10重，那天雷刑罚台对楚风来说也许不是坏事。我与族长大人就曾商量过，是否让楚风登上那天雷刑罚台，让他感受一下那天雷，也许对楚风会有启发。今日之事定是有人筹划，但没有证据之前也不好多说什么，况且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族长大人的安危。若不惩罚楚风，将楚风逼上绝路，他们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甚至可能会对族长大人下毒手。毕竟只要族长大人苏醒过来，便没人可以动得了楚风，所以眼下来看，只能将计就计了。这些话乃是楚汉鹏说的，他的暗中传音映入耳中后，楚风和楚宣正法都明白了，其实楚汉鹏乃是他们这边的，否则以楚汉鹏的实力，根本无需对他们说这些废话。眼下楚风和楚宣正法都准备表面妥协，按照楚汉鹏所说去做，毕竟楚风也害怕那些背后捣鬼的人气急败坏，对族长大人下毒手。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将目光自楚汉卿以及楚汉悠悠等人的脸上扫过。楚风在观察，此刻他将遭受重罚，究竟有谁担心他，又有谁幸灾乐祸？随后，楚风便被押上了天雷刑罚台。天雷刑罚台不是很高，四四方方的，乃是石头一样的材料铸造而成，但那上面却满是焦糊的痕迹，那是雷电劈过的痕迹。天雷刑罚台的中间有着33根柱子，那柱子不是很粗，刚好可以将一个人固定在上面，那应该是用来捆绑人的。果不其然，楚风被带到天雷刑罚台后，被固定在了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并且用特殊的锁链捆绑起来。那锁链与那柱子似乎会产生某种共鸣。当楚风被捆绑之后，那原本平平无奇的石柱竟然开始闪烁起淡淡的光华。很快，天空之上便传来了雷鸣之音。与此同时，原本晴朗的虚空之上竟已是阴云密布。见此情形，那捆绑楚风之人赶忙退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杀伤力极强的天雷就要自9天之上落下。这天雷可与自伐玄功引来的天雷不同，自伐玄功的天雷除了神伐玄功和天伐玄功之外，其实不会真正对人造成生命威胁，并且只会攻击自伐玄功的修炼者。可这天雷刑罚台引来的天雷则是不同，这天雷不仅会攻击天雷刑罚台上的所有人，并且这天雷还是攻击灵魂与血脉的，这天雷就是索命的。很快，又是一声巨响传来，这一声巨响格外刺耳，并且当它响起之后，在场之人皆是将目光投向天空深处。在那乌云上端，9天之上，一道彩色的雷霆宛如巨龙降世一般，正以极快的速度落入大千上界，直奔着楚风而来。此时，楚宣正法和楚汉鹏都是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虽然都知道，相比于其他人，楚风对这天雷的抵抗力应该要强上许多，但是当一切没有发生的时候，谁都不能保证楚风是否能够抵挡得住这天雷的轰击。